嗨，我是 Cindy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终于要来分享我的客卧兼书房大改造。原本我在2月的 Vlog 里说，预计4月会完成，真的是高估了我自己。在过去的10个月里呢，我一直在慢慢的购置家具、淘装饰品，用每周碎片化的时间，一点点装潢改造。剪影片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从穿着冬装变成夏装，又回到冬装，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那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，我是如何把一个12平的杂乱角落，亲手改造成一个明亮多巴胺风的空间。我也会分享一些实用的 IKEA 家具 DIY， 还有高性价比的改造技巧，希望能带给你们一点灵感。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获得更多关于家居美学和精致生活的分享。那我们现在就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空间一开始的样子吧。这个12平米的房间，在我们搬进来1年多的时间里，一直是一个杂物集散地的状态，放着旧公寓的各种橱柜、我的 DIY 工具等等。门上原来贴了超厚的墙纸，撕掉之后，底下还有一层年代久远的胶印，非常难清理干净。沙发底下是一个猫咪饮食区。这张灰色的旧沙发床，我在上面铺了一块米色盖毯，让颜色更轻盈、更百搭。年初的时候，我们就又在网上定制了一个衣柜，自己安装。我们提前规划好收纳需求和分区，还有可以收纳熨衣板、吸尘器这些大件家具的空间。特别考虑到了放靴子的层高，相应的设计了高度、宽度，还有架子和抽屉的组合。为了节省预算，我们决定不装滑动门，而是用从天花板垂到地面的滑轨门帘。我们在网上定制了这种扁平的滑轨，固定在天花板上，不占空间又很隐形。安装的流程很简单，就是确保滑轨和衣柜边缘平行，在天花板上做好标记，然后钻孔，塞进膨胀塞，最后拧上螺丝固定。滑轨就安装完成啦。我在淘宝上定制了这种米白色、微透、带棕色包边的简约法式门帘，我还加价做了高温定型，这样褶皱会更加均匀自然，又不容易变形，拉动起来也很顺畅。唯一的小遗憾是我测量尺寸的时候有些偏差，如果帘子可以再长2公分会更完美。预算有限的话，我还蛮推荐这种滑轨门帘的，高颜值、高性价比，还可以柔化空间线条。如果你们看过我之前的 House Tour， 会知道我们家其他空间主要是大地色系侘寂风格，但在这个房间里呢，我想加入更多多巴胺风、色彩明亮的元素，让我在这个空间长时间工作的时候可以保有好心情和创造力。所以我在沙发区就计划打造一面色彩缤纷的 Gallery Wall。我在墙上已经贴好了模板，没有特别精准，还是比较随意的。这个是歪的 ，OK， 这样子好一点。哎，这样子好像平衡一点。接下去我们来找一下画框中心用来打钉的地方，中间往下移大概0.5的位置。没有。接着在沙发上铺上一条蓝色格纹盖毯，搭配一组对称的纯色波浪纹抱枕，在对称和不规则、纯色和图案之间找到平衡，看起来既有层次又不会杂乱。把老公送我的干花放进这个粉色的格纹陶瓷花瓶里，摆在边机上。猫咪饮食区也做了小小的升级，我铺了一条定制尺寸的防水垫，看起来更整齐又好清洁。
哇啦，沙发区改造完毕。接着来到书柜这一区，今天终于要来组装这个买回家放在一边很久的 IKEA 橱柜了。纸箱都已经被我们家的2只猫咪咬烂了。这个星期我一个人在家，所以决定挑战独自安装。过程其实不算太难，但我发现我每一次装 IKEA 的家具，都会在组装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前面装错了，拆掉重来，几乎无一例外。可我明明觉得自己看说明书很仔细了啊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有一样的经历？组装完成。我选这款橱柜是因为它的设计简约，上面有抽屉，下面有层架，比较多功能。缺点是它的柜门是没有做缓冲的，但胜在价格友好，性价比很高。我拿了2个纸箱子，现在就准备把这片区域都清空出来，任务挺艰巨的。清空这个角落的时候，我真的头超大，杂物超多，乱成一堆。这都什么呀！我的天哪！怎么会有这么多东西？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？1, 2, 3, 1, 2, 3, 1, 2, 3。OK， 然后座椅拉出来的话，可以拿到这边。OK， 暂时先到这里。又到了一个周末，我们终于要来安装 IKEA 的这个 floating shelf。Like 190厘米的这一款，最长的。OK。这里我们有用到激光水平仪来保证2片层架完全水平，真的会精准又省时很多。这就是一个钻孔的小技巧，我只是把一张纸这样叠了一个三角形，然后用了一点 masking tape 把下面封住，这样钻孔的时候灰就都掉进这个小纸袋里面去了。You put the siding. Yeah. 花了快1个小时完成安装，接下来就是让人期待的装饰环节。这段时间我有慢慢淘到各种色彩缤纷的摆件，比如这个粉色的条纹高脚盘、花纹蜡烛，我自己 DIY 的碎花相框，我会把教程放在视频最后。还有这个我最新入手的移动装置，这个装置的底座非常尖锐，放在上层架子上面，对我和猫咪都比较安全。最后终于决心动手处理这个让我抓狂已久的门。买新木门的话，一扇要300欧元左右，真的很贵。所以虽然很不情愿，但还是自己动手改造吧。我先是用蒸汽熨斗去掉了剩余的墙纸，再转战到车库，用专用的蒸汽机清理掉了大部分的陈年胶印。下一步就是来磨平表面。车库这一片呢，是我老公负责的。
有一点混乱。当然，这边维持整洁的难度也比较高。今天会用到这个 sander。把表面打磨平整之后，我一共上了2层 primer、2层油漆和2层保护漆，花了我3天多时间。虽然改造完还蛮有成就感的，但想到家里还有5扇这样的门要处理，我真的好头疼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改造前后的对比吧。其实这个空间里还有一些我想慢慢调整的地方，比如地毯和猫爬架，我想换成色彩更丰富的款式，将来再和大家 update。之后呢，我还会出一期影片分享提升效率和幸福感的办公好物。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。如果这期改造有给你带来一点灵感，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，或者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。那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我们今天来尝试做一个 DIY， 这是我之前在 IKEA 买的一个很普通的画框，一块布料，然后准备了一些材料，这个是 Mod Podge， 也是我第一次用，小海绵刷用来涂胶水，一把剪刀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开始尝试，希望不要翻车。这个 DIY 可以让普通的画框变得更有特色。步骤很简单，先按照称纸的尺寸裁剪布料，边缘留出1到2厘米，方便折叠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用布料，也可以用艺术纸，挑选自己喜欢的花纹就好。但是如果用布料的话，要记得先熨烫平整哦。我这次用了随手找到的 Mod Podge， 但感觉用它来粘贴布料会有一些不服帖，用热熔胶应该会更合适。最后用同样的方法把外框也包起来，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相框就完成啦。